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宝博。最新消息，9月17号，北京抗战80周年总结会前，习近平短暂露面，和张又侠罕见同框。但惊人的是，合照一拍完，习近平和王小洪就转身离场，由蔡奇代讲。问题来了，这究竟是团结秀，还是刻意安排的闭面仪式？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国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总结会议17号上午在北京举行。中共党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大会堂接见了纪念活动筹办工作各方面代表，并与参会者合影。久传与习近平不和的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罕见的与习近平同框合影。从宣传效果看，这是一次精心安排的稳心丸，内部要稳军心、稳士气，即使中共各派斗得你死我活，在美国军事压境的背景下，也要一致对外。但在接下来的正式会议中，中共政治局常委、纪念活动领导小组组长蔡奇发表了讲话，但奇怪的是，习近平和中共公安部部长王小洪却没有出席上述会议，只是习近平亲自到场了，拍了合照，然后就转身离场，而他要说的话则由蔡奇代为表达。新闻报道中提到，日前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专门听取纪念活动总结报告，并发表重要讲话。但是诡异的是，纪念活动领导小组组长蔡奇、副组长王毅、尹力、李书磊、张又侠、王小洪、吴振龙和刘振立及其他纪念活动领导小组成员当中，除蔡奇一人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之外，其他人均不够格参加政治局常委会。难道是习近平单独跟蔡奇开了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吗？那这就不能称为会议了，只能算是单线联系，或者是单线汇报工作了。也就是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结构性的将本次纪念活动领导小组副组长，包括张又侠，均排除在讨论之外，留给大家的就只剩照片了。在政治格局中，真正解释了同框不等于言和。而令人奇怪的是，王小洪作为副组长出席了会前接见，却没有留在总结会场，与习同进同出。这种方式的活动安排，在高规格会议中并不寻常，外界自然会联想到安保节奏与权力节点两种解释。官方不解释，画面就会自动生成故事。这种刻意安排的程序，先常委后传达的流程，似乎要取得一种画面是团结，程序是防碰面的局面。从去年3中全会时传出习近平病倒之后，人们就再也看不到习近平和张又侠同框出现在公开场合，即使是93大阅兵，也是张又侠坐在正国级的退休常委身边，而不是理应站在习近平的身边。这种刻意回避的流程说明，习近平和张又侠的关系依然紧张，矛盾依然尖锐。即使需要真正的讨论与决策，双方仍然需要避免当面交锋。而习近平与蔡奇单线联系的方式，很可能把决策责任锁在极小圈。从权力技术看，这种做法在互信下降时最常见。自媒体人姜维平对此事有另一种解读，他认为日前召开的不仅仅是习近平和蔡奇俩人的会议，很可能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中共元老和张又侠等都参加了，等于说现在的政治局常委已经被中共元老绑架了。习近平与反习派围绕93阅兵是否激化对美关系唇枪舌剑进行激烈交锋。胡锦涛等中共元老批评习近平联合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瞎搞，将中美关系搞得越来越差。川普愤怒之下将美国国防部改名战争部了，美国敌风陆基中导系统也放到了邻国日本，以川普的性格，很可能对中共出其不意开打。胡锦涛、温家宝等人主张习近平在4中全会前后交出权力，推出汪洋、吴春华等改革开放派人物，尝试以改开路线修补与美国的关系。
这也就解释了习近平和张又侠在各自都别别扭扭的情况下，还得在一起拍照了。原来是川普撮合的。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陆军周一在其位于日本的岩国基地展示了低风陆基中导系统，这是继低风在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出现后的在亚太地区的又一次露面。这是美军配合美日年度决心之龙2025演习，射程涵盖中国东部沿海与第一岛链要冲。华府与东京嘴上说演习后撤离，但类似在菲律宾的前例是说撤未撤。对北京而言，北京倾向把此举视为半永久前沿展示，这是实打实的区域压力。北京方面也公开表达强烈不满与坚决反对，指该部署对地区战略安全构成实质性威胁。在这种外压背景下，习张同框的宣传效果就出来了，告诉内外，党内没有分裂，军队听党指挥。军方通稿也强调，用好活动激发的正能量，讲好抗战故事，政治信号大于会议本身。而习张同框已经成为对外一致的视觉语言，目的不是彼此说服，而是让对手美国相信习张已经说服彼此。9月17号的同一天，张又侠在81大楼会见新加坡国防部部长陈振声与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洛佩斯，并为翌日登场的第12届北京香山论坛暖场。晚间，张又侠按惯例在香山论坛欢迎晚宴致辞。这一连串的外交军事主场，对内是军心稳，节奏在手，对外是我方仍有朋友圈。但也别忽略另一个对比，今年香山论坛，西方与俄罗斯代表团层级整体下调，美方只派出驻华国防武官出席，俄方代表团领队也非重量级。路透社与港媒都点名了层级降低这件事，等于在北京主场上，美俄都在降规出席，这让团结叙事难免打折。显然，川普政府比去年的拜登政府更不给北京面子，他们派出的官员级别更低。北京方面的专家批评美国小气，不仅不派一个适当规格的官方代表团参会，而且还阻止其他国家派高级代表团来参会。但是这次俄罗斯也降低了出席北京香山论坛的代表级别。这次俄罗斯派出的代表团领队是普京的亲侄女，国防部副部长安娜·茨维列娃。茨维列娃尽管是国防部副部长，但排名靠后。过去，俄罗斯派出国防部长绍伊古出席香山论坛，非常重视与北京的军事合作。此番的降规出席，显示北京和俄罗斯的友谊小船大概就要翻船了，因为现在俄罗斯和北京都抢着对美国示好。17号当天，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莫斯科已经准备好与美国就能源合作展开更深入的讨论，其中包括萨哈林1号项目，但不限于此。俄罗斯正在期待就各种问题与美国保持联系，美俄更高级别的对话正在联系中，而中共也不甘于其后。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共已经正式邀请美国总统川普访问北京，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举行峰会，但是白宫还没有响应中方的邀请。种种迹象显示，美国总统川普成功地离间了习近平和普京的友谊关系，中俄关系出现不稳，何时翻船更有待观察。93大阅兵把北京联俄反美叙事更紧地绑在一起，引发党内是否得不偿失的争论。美军把低风推到日本，与菲律宾形成南北夹击的战略姿态，虽称演习后撤离，但留置的潜力在前，北京不能不当作半永久存在来看。在内斗未解的情况下，习张同框是一种对外威慑、对内维稳的双用途画面，既要吓阻外界看笑话，也要安抚内部别乱。官方稿件整体语气也正是往这两个方向服务。中美关系最终能否成功逆转，还要看4中全会习近平是否留任或退下。您怎么看？请留言告诉我们。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